要构成一个电路，主要由这3项要素组成：电流、电压与电阻。这3个的关系可以写成欧姆定律 ，V 等于 I 乘 R。把电流当水流，把电压当作水压，把电阻当作石头。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，石头越多，水跑出的压力就越小。但如果我们增加水流，而压力就会提高。假设原本的水压是3，水流是1，经过2颗石头，水压变弱，变成1。可以发现，这个石头让水压下降了2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说电阻上面产生了2伏特的电压降。我们可以直观理解这个公式。可是电流是什么？电压是什么？我们要从原子说起。这是原子，它的中心是一个体积极小但质量极大的原子核。原子核内部包含质子和中子，中子不带电，而质子带有某种物理属性，我们称之为正电。在原子核的外部存在着质量极小、高速运动的粒子，这叫做电子。电子带有的物理属性为负电，但如果要再严谨一点，质子与电子所带的电为电荷。一个质子带一个正的基本电荷，一个电子带一个负的基本电荷。一个质子所带的正电荷量与一个电子所带的负电荷量是完全相等的。这个最小的独立电荷量在物理学上被称为基本电荷。在通常情况下，一个原子内部的质子数量与电子数量是完全相等的，也就是说，内部有几个质子，外部就有几个电子。正电荷与负电荷的量会刚好抵消整个原子的电量，因此称作电中性。这就是为什么桌子、椅子和空气平时并不会表现出任何电的特性。如果我们将原子摊开来，你会发现电子是分一层一层绕着原子的。但是原子中心的原子核对外层电子的束缚力，或说控制力，并非一成不变。不同元素的原子对外层电子的吸引力强弱有很大的差异。当2个不同的物体紧密接触并发生摩擦时，束缚电子能力比较弱的原子，它的外层电子就会摆脱束缚，脱离原来的原子。这些跑走的电子会转移到束缚电子能力比较强的物体上，因此2种物体就会产生电子的得失。失去电子的物体因为少了一些电子，损失了负电荷，这样的情况会导致原子的电量不平衡了，所以这颗原子的质子数量就会比电子多，这颗原子就会带正电性。反之，得到多余电子的物体，内部的负电荷数量多于正电荷数量，于是产生了负电性。这种透过摩擦导致电子移动的现象就是摩擦起电，这也就是静电的由来。既然我们知道了静电的由来，那我们常说的电流和电压到底又是怎么在导线里运作的？这就要讲到自由电子了。在我们常见的金属导线里，像是铜线，铜原子的最外层电子受到原子核的束缚力非常弱，弱到什么程度呢？只要有一点点的扰动，这些外层的电子就会随机在各个原子之间游走，在物理学上就叫做自由电子。在平常没有外接电源的时候，这些自由电子会在导线内部各个方向乱跑，因为它们的运动是杂乱无章的，整体来看并没有朝向同一个特定方向前进，所以这时候导线里是没有电流的。那要怎么样才能让它们一起前进呢？这时候就要使用到电压了。还记得我们前面说过，失去电子的物体会带正电，得到电子的物体会带负电吗？在电学中有一个基本定律，同性相斥，异性相吸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在金属导线的2端接上一个电池，电池的正极累积大量的正电荷，电池的负极累积了大量的负电荷，这时候导线就会产生一个电位差。但这时候你可能会好奇，电池的正极和负极是怎么把这些正负电荷分开的？电池里面装有2种不同金属制成的电机，以及一种叫做电解液的化学物质，里面的化学反应会强行把金属原子里的电子给剥离下来，并把这些电子一个个搬到电池的其中一端。这一端因累积了大量的电子，就成了负极，而另一端因为缺少电子，只剩下带正电的质子，于是那一端就成为正极。这时候正极与负极2端的能量状态就产生了差距，因为电荷分布不均所导致的能量差就叫做电位差。这个电位差就是我们常说的电压。当这个电压一建立起来，导线内部的自由电子因为自己带有负电，它们就会受到电池负极的排斥，往正极前进。这种电荷的定向移动在物理学上就定义为电子流，但电子不会真的由正极跑到负极，它们是利用传递的方式，一个进入一个挤出而产生电子流，所以电子流是从负极流向正极。
但违背了直觉。传统科学家早期以为传递电的是透过正电质子进行传输，可是现实上质子几乎不会动，所以我们就假想一种由正流到负的电流，或称作电动流。这就是为什么电压就像是水压，它提供了一股推力去推动导线里的电子，可以看作是两个水桶上方有不同的水位，一个水位比较高，一个水位比较低。如果我们用一条水管将两个水桶串联，可以发现水流会从高水位流向低水位，可以直接将两个水桶比作电池。而电流就像是水流，是受到电子推动后集体往前流的现象。当这些电子在往前冲的过程中，难免会撞到一些导线内部其他的原子或杂质，这些碰撞阻碍了电子的前进，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电阻。好的，以上就是这部影片的内容。之后的影片将会更深入的去了解电学，不知道你有没有从中学到一些东西呢？好吧，记得订阅，让我们达到1000个。这里是电子大小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